It is a missing mother mystery that captivated the country and the tri-state. Search is underway in Connecticut for missing mother Jennifer Dulos. 美国康涅狄格州新加南镇是美国最富裕的小镇之一，这里环境极佳，小镇居民大部分是在纽约工作的精英人群，人均家庭收入非常高，居民素质很好。2019年5月24日上午8点，居住在这里的50岁母亲 Jennifer 把孩子送到学校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和她一起消失的还有她常开的一辆黑色雪佛兰汽车。而就在当天晚上，已经和 Jennifer 分居很久的丈夫开着皮卡，在新加南隔壁城市的街道上不断扔出黑色的垃圾袋。丈夫每到一个垃圾桶都会停下，扔下一包垃圾后寻找下一个垃圾桶。这种行为持续了30多次，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案件。莫看镜面平如镜，要看水底万丈深。欢迎来到解密日记，我是超人。2019年5月24日，星期五，这是一个忙碌的早晨。家住新加南的50岁妈妈 Jennifer 要同时照顾5个孩子起床，并马不停蹄地送几个小家伙前往学校。早上7点58分，她开车出了门，送完孩子后，于8点05分再次回到了家。原本当天，她计划前往纽约跟之前约好的医生见面，下午去参加朋友的聚会。可就在这天上午，詹妮弗消失了。上午10点25分，邻居的监控拍下了詹妮弗最后离开的影像。而最先发现不对劲儿的是詹妮弗的保姆。她每天中午都会准时来到詹妮弗的家。这天来时，保姆发现詹妮弗的车开走了，可每天都背的包却放在了门口。厨房还有没来得及打开的早餐棒和一杯茶。没太在意的保姆开始打扫房间，没一会儿就发现昨天才刚刚打开的厨房纸居然用光了。去柜子中取新的厨房纸时也很疑惑，刚买的一大包12袋的厨房纸怎么就剩下了2袋？他当时就觉得有些奇怪。下午，保姆照例去学校接了孩子们，因为事先知道詹妮弗这天要带着孩子们去看牙，就尝试联系她，却始终联系不上。詹妮弗很爱5个孩子，孩子看医生这样的事情，她一直都会陪在身边，就算临时改变计划，她也一定会事先通知保姆。在询问了一圈詹妮弗朋友无果后，当天晚上，有些担心的保姆与詹妮弗的朋友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案的警方开始查询24日这天詹妮弗的活动轨迹，在邻居家的监控视频里，顺利发现了詹妮弗车辆的出入情况。警方同时对詹妮弗的家展开调查，来到家中的警员很快在地板、厨房和车库的墙上都发现了血迹，而且有些地方的血迹曾被擦拭过。当晚，詹妮弗的雪佛兰汽车也在7公里外的公园被找到，詹妮弗并不在车上，而车里同样有血迹。结合现有的发现，警员觉得詹妮弗遇害的可能性极大。可是家里没有被盗的痕迹，谁会伤害这样一个5个孩子的妈妈呢？答案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詹妮弗的妈妈和保姆都告诉警方，她与丈夫最近2年都在打离婚的官司。詹妮弗更是向法院提出丈夫具有暴力倾向，她担心自己的安全以及孩子的健康，曾向法院申请禁止丈夫接触自己和孩子。Jennifer 1968年出生在纽约，父亲奥尔滕伯格是一个银行家，母亲西利亚德是一位幼儿教育博士，家境十分的优渥。Jennifer 从小就对写作充满兴趣，在布朗大学本科毕业后，又前往纽约大学拿到了写作硕士的学位。毕业后从事文字相关工作。在本科时 ，Jennifer 结识了学长福蒂斯。这个高大帅气的男孩，1967年在土耳其出生，希腊雅典长大，1986年移居到了美国。福蒂斯在布朗大学应用数学专业毕业后，又去哥伦比亚商学院攻读了 MBA。在2人走到一起前，福蒂斯曾有过一段婚姻，他与前妻同样是布朗校友。婚后2人感情并不和睦，结婚4年后，2个人于2004年的7月离婚了。值得一提的是，福蒂斯在婚姻期间一直都与 Jennifer 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Jennifer 在大学期间就非常喜欢福蒂斯，在他结婚后还是难以忘怀，甚至福蒂斯还时常背着前妻私下里与 Jennifer 约会。福蒂斯与前妻离婚1个月后，就与 Jennifer 举办了盛大的婚礼。结婚后，2人搬到了康涅狄格州法明顿1300平的豪宅里。
福蒂斯在詹妮弗父亲资金的支持下，注册了一家建筑公司，主要业务为高档住宅的建筑和装饰，一般都是由詹妮弗父亲出钱低价买下一块地，随后公司盖起了豪宅后高价卖出。福蒂斯很有商业头脑，生意一时间做得风生水起。而詹妮弗在婚后放弃了写作事业，回归家庭，4年间生下了5个孩子，其中有2对是双胞胎。詹妮弗不放心别人看管孩子，也就没有请保姆，自己待在家里全职照顾孩子们。另外，因为他文笔很好，闲暇时会写一写文章，放到自己的博客上。他们一家人的条件在当地相当的不错，在外人眼中这是幸福美满的一家。但实际上却并不是大家看到的样子。在结婚的13年后，2人的感情出现了危机。2017年的6月，詹妮弗偶然发现福蒂斯背着她出轨了，随后就独自带着5个孩子离开了2人的豪宅，并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而插足他们婚姻的女人叫米歇尔，阿根廷人，比詹妮弗小9岁，曾是体育频道的主持人，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独自带着女儿生活。福蒂斯酷爱运动，冬天滑雪，夏天滑水，2人也是在运动中相识的。对于福蒂斯来说，年轻又喜欢运动的米歇尔显然更有魅力，与自己也有许多的共同语言，2人逐渐就发展成了情人的关系。富足的生活让福蒂斯忘乎所以，他向詹妮弗坦白了自己的婚外恋，并希望维持3个人之间的关系，并把米歇尔接到了家里一起生活。面对这样的要求，詹妮弗怎么可能接受？随后就带着孩子从法明顿搬家到了新迦南。911, what's the location of your emergency? I'm worried about my wife and kids because they left to go to New York, and I haven't been able to get in touch with them. Okay. So who's the car registered to? It's registered to my wife's name, Jennifer Dulos. 在此后就是2人长达2年的离婚官司，为了孩子的抚养权，他们一直没有达成一致，离婚官司也一直没有结果。詹妮弗在离婚时声称：“我害怕我的丈夫，我知道他会报复，试图以某种方式伤害我。”结合詹妮弗家中的血迹以及与丈夫的紧张关系，詹妮弗很有可能是在家被丈夫福蒂斯挟持或者已经遇害了。警方对詹妮弗家中残存的血迹经过检验，果然发现里面混有福蒂斯的 DNA， 这些足以证明丈夫案发时来过这里。随即开始调查福蒂斯在案发当天的行踪。根据他的手机 GPS 记录，警方发现，在5月24日这天上午，福蒂斯并没有什么动静，一直在家。但直到晚上7点40分左右，他忽然开车来到了哈特福德的街道，转了许久。根据晚上城里的监控记录发现，福蒂斯在不同的垃圾桶之间跑来跑去丢垃圾。他开的是一辆皮卡，皮卡的副驾上还有一个女人和他一起，这个女人正是福蒂斯的情妇米歇尔。看到这些，警方非常的重视，他们怀疑 Jennifer 可能已经遇害，甚至很有可能已经被肢解，被扔到了这些垃圾桶内。警方赶紧调派了大批警力搜查这些垃圾桶，这一找还真找到了一些线索。警方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一些带有血迹的手套、女性衣物、浴巾、清洁物品等等，但是并没有找到詹妮弗的遗体。这些物品上全都找到了血迹，经过对比证实，大部分血迹都来自于詹妮弗。手套内部则有属于福蒂斯的血迹，但这样对于詹妮弗的生死还是无法判断。随后，警方又出动了无人机和警犬，印发了寻人启事，甚至在附近的路口逐个盘问路人。连詹妮弗家里附近的森林、水塘和垃圾处理厂，警方都没有放过。每个地方都搜查了很多遍，但是仍然是一无所获。詹妮弗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调查1周无果后，警方还是逮捕了福蒂斯和米歇尔，想从他们身上找线索。State police arrested Fotis Dulos at his Farmington home wearing a gray T-shirt with no expression on his face. 对于警方的询问，福蒂斯基本上完全拒绝配合警方的调查，只是简单的表示 Jennifer 失踪那天自己一直在家，米歇尔可以为他作证。而警方3次问询米歇尔，他却给出了很多个不同的，甚至自相矛盾的说法。
一开始，米歇尔坚持说5月24日一整天他都跟福蒂斯在一起，尤其是从6点40到8点15分之间。然后8点15分，他看到福蒂斯去上班，这一说法能证明福蒂斯没有作案的机会。第二次问询，他又改了口，说自己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福蒂斯是在家的。第三次，他终于承认。5月24日这天的上午，他的确不知道福蒂斯在哪里，因为当天上午福蒂斯的手机放在了家中，所以 GPS 记录显示整个上午他都在家。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次问询中，米歇尔很淡定地提供了5月24日这一天他和福蒂斯都干了些什么，甚至具体到他穿的是什么衣服，说了什么话。可之后警员在搜索福蒂斯的豪宅中，在垃圾桶中发现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居然是一份十分详细的5月24日和5月25日他们2个人行动的时间线。内容具体到每个小时。警员询问纸条时，米歇尔给出的回答是，那是他们咨询了律师之后，律师建议他们好好回忆一下这2天的行踪，写下来备用的。而且律师建议他们一定要写得详细，越详细越好。虽然种种证据都指向福蒂斯问题很大，可这些证据只能证明福蒂斯去过詹妮弗的家，并不能证明詹妮弗被福蒂斯和米歇尔伤害。 People say the spouse did it. I know, but I know what I've done and I know what I haven't done. So I have to stand and fight. 所以在福蒂斯和米歇尔交了足够的保释金后，警方只能将他们释放了。2人都被要求戴上了电子手铐，确保在警方的监控中不会潜逃。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詹妮弗失踪案，甚至各大媒体的头条都是关于詹妮弗失踪和福蒂斯嫌疑的新闻。很多人在网上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线索，但是这些线索经过验证调查并没有多大的作用，警方只能再次把调查的重点对象放在福蒂斯这里。An exhausting fight. I love my children. That's about it. We've pled not guilty to the pending charges. We intend to plead not guilty to these charges, and we look forward to a full day in court. 福蒂斯对警方的问询依旧保持着一个态度，他坚持说詹妮弗的失踪与他毫无关系，甚至他还高价聘请了一个叫做诺姆的律师。这个律师很厉害，他拿出了一本詹妮弗之前写的剧本初稿。这部剧本中有很多情节跟一部小说《消失的爱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讲述妻子利用自己的失踪嫁祸给丈夫，从而实现报复丈夫的目的。律师声称，这起失踪案最大的可能就是詹妮弗自己谋划的，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栽赃福蒂斯。此外，诺姆还拿出了一个1.4万美元的医疗账单，这个账单是詹妮弗的。诺姆认为他患有了精神类疾病，一直在吃抗抑郁的药，所以会做出这些过激的行为。律师诺姆的这种分析，瞬间让案件来了180度的大转弯，不仅洗白了福蒂斯的嫌疑，甚至将所有的罪名都推给了詹妮弗。詹妮弗的家人很气愤，马上出来反驳。首先，詹妮弗的那部小说是在2002年写的，詹妮弗的好多朋友都看过，那个时候詹妮弗和福蒂斯还没有走到一起。另外，这部小说其实和《消失的爱人》有很大的出入，不管是风格还是内容都不一样。因为一部小说当作证据指向詹妮弗，明显是说不通的。其次，詹妮弗非常爱孩子们，每个孩子都是她亲手带大的。身为母亲，不可能会抛弃自己的孩子，这种心情为人父母都会明白的，不然也不会一直争夺孩子的抚养权。而关于詹妮弗患有精神疾病这个事情，她的家人也是极力否认，詹妮弗一直很正常，并且身体很健康。所以，对于律师说的詹妮弗抛弃自己的孩子还嫁祸给丈夫的事儿，压根儿不可能发生。甚至很可笑的是，詹妮弗的家人认为诺姆这样做有恶意诽谤的嫌疑。2020年1月7日，案发半年之后，警方逮捕了福蒂斯和他的女友米歇尔，同时被逮捕的还有福蒂斯的好友，也是他的第一任律师，54岁的马维尼，罪名是妨碍调查，帮助福蒂斯伪造证据。I have no idea what happened to Jennifer. I have no idea where Jennifer is. 福蒂斯这次的保释金需要600万美元，这时又一个女人出现了。
她的名字叫安娜，是一名高级财务顾问。她与福蒂斯在多年前曾一起工作过。在案发后，福蒂斯与米歇尔分手，身边换成了她的身影。安娜几个月前就搬来与福蒂斯同居，在福蒂斯被正式逮捕前，两个人同进同出，一起跑步。福蒂斯再次被逮捕后，安娜拿出了14.7万现金保释了他。虽然福蒂斯保释了出来，但他被命令待在家里，不许出门一步。2020年的1月28日是福蒂斯的出庭日，安娜答应陪他一起出庭，但是临行前，福蒂斯说服安娜两个人分开开车去法庭，可福蒂斯却并没有前往法庭，而是选择坐在车库的车里，关上了车库门之后，发动了汽车，用一氧化碳自我了结。在他身旁，警方发现了一封遗书，上面写道：“我什么也没干，我拒绝为这种事情去蹲监狱。”他对安娜说：“让你失望了，没有继续战斗。” Out to the world as a man believed to have murdered his wife, and every possible inference was drawn against him in every forum, whether it be social media, a court, walking to and from court. I think the weight of it is difficult to bear. 难道福蒂斯真的是无辜的吗？在福蒂斯死亡后，警方公布了案件的相关细节。5月24日，案发当天，在早上5点35分，一辆红色的皮卡车曾从法明顿前往新迦南。7点57分，一辆校车的行车记录仪拍下了这辆红色卡车停在了新迦南的一个公园旁，停车的位置与詹妮弗事后被发现的雪佛兰汽车仅相距30米。警方事后得知，当天开着这辆红色皮卡的正是福蒂斯。随后8点左右，他来到了詹妮弗的家，直到10点20分，监控记录下詹妮弗的车被开走，停在了红色皮卡附近，詹妮弗也就此失踪。事后，福蒂斯处理垃圾，对红色皮卡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当警方找到这辆车时，车辆光洁如新，车座都已经被拆掉了。所有的证据都指向福蒂斯就是凶手。现如今，詹妮弗还未被找到。今年的12月20日，警方发布了声明，侦探仍在新迦南进行搜查，他们不会放弃寻找詹妮弗。詹妮弗的5个孩子现如今与外婆生活在曼哈顿。2021年的5月，康涅狄格州议会全票通过了一个以詹妮弗命名的关于反家暴的法案，定义在婚姻关系中对伴侣进行精神控制、冷暴力、身体限制、跟踪、禁锢和强制控制等行为都属于家暴行为。詹妮弗有学识，家境好，气质佳，嫁给福蒂斯后选择一心在家相夫教子，全力帮助丈夫。福蒂斯呢，在岳父的资金支持下，确实成就非凡。可成功后的他却朝三暮四，更妄图把情人接到家中，最终酿下了惨剧。生活中有太多的例子都可以证明，对于女性来说，无论是在爱情还是婚姻之中，唯一能够制胜的法宝是自强与独立，唯一能够仰仗和把控的只有自己。好了，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希望本期视频能给你带来一些思考。我是超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